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火烈鸟远程奔袭俄罗斯核心试验场，乌游击队爆破圣彼得堡关键军事通讯枢纽。泽连斯基预测俄军夺取乌东，需付出80万生命代价。乌克兰国产远程武器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打击深度。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1月份，乌军对位于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场实施了一系列精确打击。卡普斯京亚尔试验场并非普通目标，它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奥列什尼克导弹的起始阵地。这种飞行时速高达1.3万公里的高超音速武器曾在1月8日袭击利沃夫，而此次乌军出动火烈鸟回击，精准命中了靶场内的多个关键设施，其中一个重要机库在爆炸中受损严重。据悉，火烈鸟的官方射程超过3000公里，穿透弹头重量高达1150公斤。该导弹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掩体，能有效抵御俄罗斯复杂的电子战干扰，巡航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50公里左右。目前，火烈鸟已进入量产阶段，这意味着俄罗斯境内纵深3000公里内的所有战略支点均已处于乌克兰国产精确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在远程导弹打击的同时，俄罗斯内部的隐蔽战线也传出重磅战果。阿泰什游击队组织近日在圣彼得堡成功实施了破坏行动，该行动直接瞄准了一个集成了 FSB 研究所、海军基地以及火箭炮兵训练中心的战略枢纽区。根据阿泰什发布的报告，游击队摧毁了一座关键电信塔的技术模块，导致该地区的军事指挥与数据传输陷入严重中断。受影响的不仅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科研单位，还涉及新西伯利亚弹药厂的分支机构以及彗星国防科研中心。类似的破坏行动也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上演，在伊热夫斯克，俄军工联合体核心企业 BOMM-ASH 的工厂遭遇重创。该工厂负责为俄军生产重型装备和特种合金坯料。阿泰什通过摧毁了为关键车间供电的变电站，导致工厂部分停产。这种针对能源与通讯命脉的精准破坏，正成为俄军工体系无法回避的瘾头。面对俄军不断加码的军事投入，在接受法国电视2台采访时，泽连斯基在外交场合给出了一种预测，即表示俄军夺取顿巴斯每1公里的进展都极其缓慢且代价巨大。据他估算，这一过程将导致俄罗斯牺牲至少80万名士兵。关于停火谈判，泽连斯基的态度依然坚定。他表示，维持目前的战线已是乌克兰做出的重大让步，任何形式的让步必须是相互的。他提出建立非军事区的构想，但前提是双方各自控制领土，并由国际特派团负责安全隔离与监督。在泽连斯基看来，俄罗斯同样需要战争暂停来喘息，但乌方绝不会接受类似布达佩斯备忘录或明斯克协议式的空头支票。今天的局势揭示了战争的新维度，乌克兰正在通过 FP5 导弹建立起3000公里的战略制衡。阿泰什游击队正在俄国内部实施点对点的工业与通讯定向清除，而泽连斯基用80万生命的数据画出了俄罗斯在乌东扩张的极限红线。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